洛克人 X Dive 是一款以洛克人 X 为基础，在架空世界里集结原作众多洛克人作品的动作 RPG 手机游戏。然而 Dive 跟原作作品不同的是，原作绝大多数都是单机作品游戏，但是 Dive 是线上手机游戏，两者间的差异造就 Dive 势必得另辟蹊径。过去的单机洛克人作品向来都以难度著称，当然也有几代比较简单的，但在普遍世人的印象，洛克人还是一款入门门槛较高的作品。与那些原作单机作品相比，如何降低门槛吸引更多玩家，如何做出吸引玩家的赚蛋商品，就变成 Dive 在手机平台上要克服的重点。所以有很多原作游戏内容搬到 Dive 后，都有经过一定程度的被修改或遗弃。然而随着线上版本结束营运， Dive 最终也以离线版的形式变成单机游戏加入单机洛克人游戏的大家族。不过在变成离线版的过程中，同样也有一部分线上版的内容被修改或遗弃，从原作单机再到线上手游，再到离线单机，过程中有太多东西存在的版本差异。有些被遗弃的内容可能是令人遗憾的，或是现在单机环境才适合使用的。因此我们能透过调整设置或安装模组，使我们实现一部分的还原，并增添单人游戏时的趣味性。因此本人想录制系列影片，以在线共斗关卡和重现部分原作经典内容为主题，让玩家看到不同风貌的Dive。接下来我就将会从玩法设置、关卡设置、关卡展示的顺序，逐一说明游戏内容。玩法设置，本影片会以在线原作经典设定的玩法来展示关卡，以手动控制跳跃高度，关闭自动瞄准，较适合游戏已经破关或是觉得游戏太无聊的人来尝试。若想尝试这个玩法，要先在进入游戏关卡后，点选左上角的选单，选单下拉后，将血条和伤害数字 off， 精准跳跃 on， 自动瞄准 off， 此设置设定一次即可。之后游玩便会依此设置进入关卡。关卡设置，安装共斗关卡模组后，在活动关卡的选单里会出现 Custom Events 的页签，将想要的关卡点选开启。想体验这个关卡模组的朋友，影片下方资讯栏会提供模组的相关资讯。由于单机版没有共斗关卡的面板，因此是使用活动关卡的面板。共斗关卡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普通，第二部分在挑战，两个都是非战力模式。在准备画面下方显示的战力0，就是指当前的关卡是由战力加成的游戏模式。另外，为了还原原作游戏体验，本片不使用Dive游戏的武器，因为那些武器大多数是Dive原创的，而且部分武器过于自动化，会使游戏失去难度。所以装备改以艾克斯飞弹或杰洛光剑之类的原作经典武器，这些武器的性能与自制手炮、自制光剑差不多。若对这个原作武器模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影片下方资讯栏。关卡展示，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关是浮游遗迹，现在要使用的角色是第一装甲艾克斯。在这部影片后，我会再继续以第二关第二装甲艾克斯、第三关第三装甲艾克斯的顺序录制挑战关卡的展示影片。共斗关卡是当初线上版为了双人共斗所制作的关卡，关卡只分成两个部分，不像剧情关卡那样被拆得七零八落。影片里我会将两部分剪接在一起，使其流畅顺接。过去线上版一面时共斗关卡有提供单人模式，然而到最后也没有被收录在离线版内。不过在模组制作者的能力下，以在线部分共斗关卡，而现阶段无法完全在线的原因是，单机版未写入当初线上版的全部 BOSS 资料，因此一部分的第二部分关卡无法还原。不过即便如此，这个模组依然还是有很多关卡可以游玩。在这个共斗关卡模组里，作者提供了线上版的关卡数值及作者自行调整的数值可供选择。线上版的数值敌人大部分都能快速击倒，比较难跟关卡产生互动。而作者调整的数值则是比较接近现在离线版挑战模式的难度。现在影片中展示的就是作者调整数值的共斗关卡，不过靠原本自制手炮的伤害，我觉得只会有打不动的无力感，所以我自己有将手炮的伤害调整到Dive手炮，也就是终极爆弹的伤害水平。调整后我个人是很满意，感觉有接近我过去玩洛克人游戏时的关卡体验。再来说说这个玩法的特色，当初线上版打过这个关卡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很轻松，因为在自动瞄准下，子弹能够穿越楼板，原地就能解决不同高度的敌人。但这个关卡其实有一定的上下高度差，这在自动瞄准关闭的情况下，就会需要大量的上下移动，就必须设法移动到不同高度的楼板才能攻击到目标。对于斜向飞行过来的敌人，也必须控制跳跃高度和蹲下，调整射击高度。最高点的敌人也需要跳至2段跳高度或使用技能才打得到。再来就是过去Dive为了让手机玩家也能方便的游玩，把像自动瞄准、固定高度穿越等操控设定做了预设，以至于一些玩习惯原作单机洛克人作品的玩家觉得玩起来很不洛克人，玩起来很不适应，但又不知道这些可以在进关卡后去做调整，要么出场即放弃，要不然就是一路玩到破关都不知道有这些功能。再加上当初Dive是线上的手机游戏，为了持续让玩家感觉到转蛋玩法中奖的喜悦，
角色跟武器也设计得越来越自动化，自动化设定又加上自动化的角色跟武器，让我觉得玩到最后是游戏自己在玩，玩家已经跟游戏脱离了互动。然而到了现在 PC 平台的单机游戏环境时，我不需要这些方便又自动化的东西来降低游戏难度。所以我现在如果把游戏开出来玩，我会用我现在展示的这个玩法来增加游戏操作空间。但要是在过去线上版时，如果你这样玩，队友会不断强拉住你到下一个传送点。在以前那种刷关效率至上的环境里，跟关卡互动只是浪费时间，用这个玩法只会遭队友嫌弃。但是由于现在已经是单机版了，如果想体验不一样玩法、挑战自己的人，可以来试试看这个适合现在单机版的玩法。现在影片来到关卡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前面会有一部分小怪，关尾会迎战关卡 BOSS。不过由于这关是第一关，所以关卡不长，关尾 BOSS 也没有设定的很难。但到了第二关开始，在这个模组作者调整的难度里 ，BOSS 的硬度就会有明显的提升。另外说一下，我这边会让第一装甲艾克斯携带扳手的原因，是因为在洛克人 X3 杰洛才会把光剑交给艾克斯，所以拍片时我想要到第三装甲以后再配置光剑。这边先带个不论哪个时代都能看到的扳手，而且在跳跃中用这武器攻击，看起来很像空中踢腿，意外的很有近身肉搏的感觉。只不过我自己是觉得戴夫的近战武器手感很糟糕，而且近战武器要持续高输出，需要一直灭多斩，那动作在戴夫很像披萨刀，所以在国外被戏称为披萨 cutting， 那个动作我觉得不是很美，也不是很喜欢。所以近战武器我大多是作为防身用的武器，在这款游戏里我比较喜欢用手炮进行游玩。影片至此，我们终于来到关尾 BOSS 的玄关大门前。进入大门后，就是一段以前碍于主机性能不足而产生的，但现在成为洛克人元素的准备房。在这个差点就能压死玩家的位置 ，BOSS 就这么从高空中飒爽落下。登场的正是洛克人 X 系列里3D 化大失败的黑历史洛克人 X7， 在 X7 里面追着艾克塞尔跑的开场关卡 BOSS 剧情毒蝎。不过我们就现在盖棺论定的角度来看 ，X7 的body完好的进来 dive 的也只有他。好几只 BOSS 不是被做成武器的一部分，要不然就是只有卡片。这些子真不知道何德何能能脱颖而出，能在2020年以完好的姿态再次出现于洛克人玩家眼前，而且还三生有幸的没被立刻拿去做成武器。更过分的是，在剧情关卡还有特殊剧情演出人脚踩普雷亚，而且更过分到不行的是，最终关卡还能再踩第二次。洛克人游戏哪个 BOSS 能踩了又踩，双踩主角2次的。过往过去，他在 X7 里头被当作艾克塞尔跟杰洛在熟悉 3D 游戏界面时练手的炮灰。此时他大概心里很想大喊：“我觉得我这次来值了！”最后差点忘了说，我不是模组制作者，我这边仅介绍模组，想要敲碗全新模组的，麻烦另请高就。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一关再见。